迎收看方伟时间的早安美国节目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新闻，都是很大的，也很有意思啊。那首先呢，先讲两大争议新闻，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真的关门了。那么还有什么说头呢？真的是有说头。现在呢，已经这个普遍上啊，这个媒体界已经出现一个观点，说这个关门完全是民主党的责任。但是呢，民主党却是吃力而不讨好，做了一件很伤自己的事情。那么这里有三个问题哈。第一，能说完全是民主党的责任吗？第二，为什么说最伤自己？第三，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做？所以呢，今天方伟把这个根本原因呢来说给大家听哈。那第二个呢是川普在前天确实派兵去了美国西北部的州 Oregon 的这个最大的城市叫波特兰，而波特兰的市长说，我们这里风和日丽啊，生活安宁，你派兵来这儿干什么？所以呢，派兵去到波特兰呢，是川普小题大做，还是市长讲话不实不靠谱？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第二个话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马斯克在几天之内呢，就又变回世界首富哈，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马斯克宣布呢，就是倡导哈，大家一起来搞垮这个 Netflix。呼吁他的2亿追随者这个跟从他的步伐，给这个 Netflix 做退订。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对好莱坞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其实第4、第5还是蛮重要的。讲到哈佛现在似乎是弯腰了，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是呢，哈佛跟川普之战，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形？今天给大家做一个 update 啊。好，我们就闲话少说，直入正题。再说一下哈，这个再加一句闲话哈，看方伟时间，学美国常识，因为不仅是看美国最新最快的新闻，而且呢，方伟要给您的就是新闻背后的道理，新闻背后的解读让您能够看懂美国新闻怎么回事。好，我们就直入正题。在说这个正题之前，我再插一个新闻哈，再讲讲美国的将军大会。我跟大家已经讲过自己的观察哈，大家在昨天的远见快评在远方对话中已经看了我跟唐金远先生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哈，关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将军大会，我说将军大会哈，为什么要招800多将军来到这个叫做 Quantica 当面来开会，就是为了让川普和海格塞斯看一看谁是大胖子。那么没有一家媒体这么说哈，我是唯一这么明确这么说的但是我这么说的原因不是猎奇或者别出心裁，而是我真正看到确实就是这个原因哈。那这个当然了，不光是为了找大胖子而开这个将军会，有很多重要的事项要跟大家叮嘱，是不是？就是整个的军队的文化哈，战士精神等等之类的。这几天大家都通过报道都明确的知道了，但是呢，一定要来现场开这个会。那我认为确实要看看将军们的形态，包括他们的肚子包括他们其他方面这是川普这个整军的时候必要做的一个动作。那我其实在 X 上贴出来这个我的分析之后呢，得到很多网友的评论，有的网友评论就说小题大做嘛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小题大做，净玩这些没用的招将军来只是看看人家的肚子，甚至说川普这么干就是烽火戏诸侯，会有损他的权威。我的看法简直就是完全相反哈，我说这可不是小题大做那么这是川普出于常识和出于直觉而做的决定，因为川普确实要改造自己的军队。既然要改造自己的军队，当然要看看自己的军队目前是什么情形，所以所有的将军一起找来看一看，这不是很直观很合理的一个做法吗？那么第二点，川普也在去将军会上说，如果看谁不顺眼就当场免职这也是为什么我能解读说这个川普要看这个将军的肚子或将军的形态，其实包括头发胡子很长这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川普当场免了几个将军的职位呢？你们现在没有听到消息他会不会？其实我觉得他不会，他把他们叫来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要求，肯定要给他们一个瘦身的机会，不可能看到你胖子就把你当场免职，那是川普的一个说法。那你说这小题大做，这可不是小题大做瘦身哪有那么容易对于将军已经上了年纪的将军，想瘦身哪那么容易？第一，你要少吃；第二，你要多动。你已经到了指挥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美军的将军，3星、4星上将你现在要跟列兵一样跑步操练把自己瘦下来，在体能上达到这个叫做军人的标准，哪有那么容易？这个不是小事情。大家知道海克塞斯在讲台上说我们要将军每年都要做2次 PT 就是 physical test， 体能测验。
他说 chairman 跟我说，他 chairman 是谁？就讲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恩将军。丹恩将军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体能测验。他说那没问题，咱们现在就开始。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将军是没有体能测验的。海格塞斯把他重新再带回来，所以这可不是小题大做，因为它不是小事情啊，这是非常具有挑战的全军改革。因为人呐，咱们就说别说别的哈，就说一个人，就问我们观众我们自己，我们要给自己减个20磅，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那是对于个人是巨大的决心，那么对于整个军队这是巨大的改革。再一个呢，再一个点我看出来说，美军现在有点像回到希腊时代的斯巴达王国一样哈，从下到上，从小兵到英雄都打造成超级强悍的这样的一个军队啊。那么因为这种要求在全世界，我想几乎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要求。川普不是要达至和平的方法是以实力求和平吗？那实力的方法有可以说是多少颗导弹，多少艘军舰，多少个这个坦克，对不对？多少架无人机，但是也是可以军人叫做求战和备战和想打仗的决心来衡量，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是威慑呢？如果美军不仅实力强，而且成为全球最精锐，包括说身材各方面都最精神的军队，那以后谁还敢掠美军的风头啊？那同样不是可以完成以实力求和平的任务嘛？所以花这个钱飞进来做这个训话，明确这样严肃的一个要求，那算什么浪费呢？因为总共就花了几千万块钱而已。你几千万块钱，美国的这国防军费现在是接近1万个亿呀，这完全是一点点的一个叫做付出。所以呢，其实是一件很高明，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做法哈。而且800个将军招来，会场的视频完全公开，放给全世界看啊。所以呢，也是在给全世界以威慑，让这个世界看得出来，这个美军的实力啊，足以带来和平。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哈，这一届的政府真的是不一样，很有锐气哈，从事的改革都是其他届的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做，连想都想不到的。所以你认同吗？你认同这个川普和海格塞斯这样的做法吗？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不好？认同就写个认同，不认同也可以写个不认同，然后加一个原因，好吗？还有人说哈，川普自己就是个大胖子啊，那海格塞斯要这么干，要不要从川普先做起啊？那么加州州长纽森甚至都贴出一个这个漫画哈，就嘲笑川普在那天天吃汉堡，变成个大胖子啊，这么个形象，这么个笑话。但是呢，大家知道川普是6尺3寸，6英尺3英寸，大概是190公分，他体重现在才240磅不到啊，就是108公斤，所以川普并不胖啊。俗话说个子高胖那叫做壮，个子矮胖那才叫胖。但是呢，另外一面哈，这种叫做 warrior ethos 啊，战士精神，100%我认为是海格塞斯国防部长他提出来的，只是他说给川普听，那川普是同意啊。我这个声音要调一调，刚才没拉近哈，我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那海格塞斯呢，是海格塞斯要承诺给他的总司令哈一支精锐的美军啊，那么从身体开始，而不是海格塞斯要求自己的老板啊变成一个精锐的美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提的那个疑问其实没啥意思，这是海格塞斯自己对自己的军队做的严格要求啊，并不是对自己的老板的严格要求。好，马上呢就是现在是11了，中国大陆11长假嘛，11长假呢出游，包括海外的朋友到中国去玩哈，那么订票、订旅馆都少不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用我们的赞助厂商的产品叫做 NordVPN 的话，不仅能帮你省钱，更能帮助守护您的隐私，让您出门更加安心。大家不妨试一下，我们看一下哈。很多人都喜欢秋季的旅游，因为这个时候的旅游体验呢，可能性价比更高。但是呢，想旅行，第一要更省钱，第二呢更放心，不妨试试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哈，NordVPN。尤其是你订酒店呢、买机票和租车的时候，NordVPN可以帮您找到更优惠的价格哦。我一个朋友到日本玩，在那个 Agoda 网站上查了一下东京的一个叫新宿蓝地饭店，在10月初的价格是每晚100美元。结果后来呢，他又打开 Nord 哈。之后再连线到日本，再去到这个网站哈，Agoda 的日本版的网站，再查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日期，结果发现每晚只要90块钱
啊，是一个优惠特许价，立马就省下10%。大家提醒一下啊，你要订这种叫做特价优惠的房间呢，要提前看好各种条款的要求。那另外呢，订机票啊、租车也是一样，用 Nord 切换到不同的地区，有时你就会发现意想不到的地区差价，让你省钱。还有啊，就是在这个酒店、机场啊，在咖啡店啊，使用公共 WiFi 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和我一样形成一个好习惯，打开 Nord VPN， 它可以加密数据、拦截和清理广告。还有这个钓鱼的网站哈，这样让您的外出更加的放心啊，连省钱带放心，怎么样？所以想试试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或者输入我的优惠码，叫做方伟 time， 订阅2年的计划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如果不满意的话，30天之内可以完全退款，让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还等什么呢？要不要去试试？好，我们继续往下讲下面的新闻。那政府昨天真的关门了啊，美国政府哈。那昨天呢没有做节目，但是昨天跟今天政府关门全都是媒体的头条新闻。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政府关门相关的情形。最重要的是要讲出来政府为什么关门。这次关门很特殊哈。首先先说一下啊，政府关门意味着什么事情？那美国呢有一个反赤字法，叫做 Anti-Deficiency Act， 它指的是它就来规定啊，政府在关门期间、停摆期间如何运作的这个联邦的法律。由国会当年通过的，那政府问责局哈叫 GAO 哈，他就指出说，这联邦政府的一个叫做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哈，问责局就指出说，除非用于有限的任务，例如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那联邦机构呢在关门期间不得动用资金，而行政部门负责解释这些叫做刚才说的有限的任务是哪些，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在关门期间，总统决定在哪里还能花钱，在哪里不能花钱啊，这是完全由总统决定的，总统具有比平时更大的裁量权。那川普在周二就表示说，昨天他说管理预算办公室的主任这个人叫做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 他说最近感觉很爽，因为大家呢都得去找他啊，还能花钱还不能花钱，他呢能把预算削减到一个用其他方法根本做不到的水准，所以呢他说他是指的民主党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可以在医疗和其他方面，包括福利上做一些事儿，我们可以裁掉大批的人员。川普呢，他同时也说，他说我现在要迎接我们要迎接17兆美元的外国投资我当然不希望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政府关门但是如果一定要发生，那也会带来很多好处，可以清除政府存在的过度的开支。我们说具体的首先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一个叫 SSA， 就是政府的福利，社会安全金发放改不改变？不变。照发，但是，社会安全局的52000个雇员中有6000个人要这个度假，所以也是减少10%的一个开销。那军队军队放不放假？军队不放假，但是军队里的文职官员45%，将近一半他们因为的工作不是那么关键，也会放假。那另外的航空业会不会放假？当然不会放假，但是呢，因为航空业不能停，但是呢，他们不能拿薪水，还是得上班，所以工作量增加。但有的人呢是月光族，没有收入的话呢，还去打第2份工，那2份工打下来就会比较累，这是相关的一些负面的因素好，另外呢就说起来比较关键了就是说川普在这个时间呢，不仅是需要而且是不得不冻结联邦的资金。什么叫联邦资金？联邦资金干什么用的？一方面当然就是联邦资金是给这个联邦雇员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回到地方一般都是很多接受到资金比较多的是民主党州。那川普结果就冻住了一笔180亿美元的花在纽约市的一个叫做基础建设，一个是修一条新的叫做 Subway 地铁线，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跨越哈德逊河在新泽西和纽约之间再增加一条叫做海底隧道、海底铁路通道、海底隧道。那么这都是联邦出180亿进来，结果一把停住，全部停摆，工人回去休息。就直接打到纽约180亿是蛮大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大家知道整个一个纽约的预算一年才100多亿，100亿出头，好吗？180亿就停摆另外16个民主党执政州总共80亿美元的绿能计划也都停摆。那你说在川普时代为什么还有绿能计划？大家知道川普上任已经9个月了，对不对？其实川普的什么预算都没有通过，
啊，因为预算通过就是一个很费周章的事情。大而美法案，大而美法案指的是这个叫做税收啊，其他方面的事情哈，它也不涉及说叫做2025年的预算啊，这预算其实没有通过，所以呢，现在联邦政府用什么来执行预算？非常简单，叫做拜规穿随，拜登时代怎么花钱的，现在就照样怎么花。所以呢，这里头就有很多花在绿能上呀，一些民主党想要的一些项目上的。好，所以呢，这些现在都面临着咔咔咔砍掉，而川普砍谁不砍谁哈，砍民主党执政州的钱，不砍共和党执政州的钱，这是刚才我说的反赤字法授予总统的权利，这是他的职权范围之内的，所以川普就可以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看到哈，很伤民主党的这个民主党州哈。还有另外副总统万斯呢，在白宫简报会上说，如果关门持续超过好几天，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裁员。我没钱了，我就得裁哈，年底前可能裁员会超过30万人。OK， 其实上次通过大家自己告退哈，自己主动请辞，最后辞掉的才10万人，他一把现在要裁员超过30万人，也就是把这次放假哈，他们因为非关键职位所以放假，把放假的80万人要裁掉40%。那么这里头很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人，对吧？因为他们在政府上班嘛，对吧？民主党希望政府大一些哈，功能多一些，他们当然就支持民主党的政策。所以呢，这些都是民主党等于是有点是砍到自己啊。然后呢，这个股市怎么看？经济怎么看？股市居然昨天大涨，标准普尔达到新高，那么亚洲股市也都在涨。那么在昨天呢，标准普尔突破了6700点啊，道琼指数也收在历史高位啊。总而言之吧，就是不是最高点，但也是在高位收停。所以呢，美国政府关停，你会想说应该这个股市要大跌哈，但是市场根本没有理哈，持续攀升。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实是很少的。我说这个话，大家相不相信哈？美国政府跟经济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吗？美国政府跟经济是没有关系的。这以前我以前在节目中一再讲过哈。我曾经采访这个美国宪政的专家哈，斯考森教授，跟他请教说，这个美国国会吵来吵去做一个事儿，半天决定不下来，那中共那边噼里啪啦就做决定哈，马上这个动作雷厉风行，那美国的效率，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效率就比不上中共。我说那不影响经济吗？他说为什么要影响经济？我说那经济决策做不下来啊，那人家动作那么快，你经济就长久以来不就比不了人家吗？你知道施考森教授问我一句什么话？他说政府跟经济有什么关系？我说哈，政府跟经济会没有关系吗？当然在中国就5年计划啊，什么现在15-5计划啊，以后还有什么16-5计划，如果中共还有那么长的命的话，那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美国政府在设计上确实跟经济是没有关系的。政府的所有的功能，国防啊、外交，国防、外交啊等等之类的哈，包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那也是讲一些纠纷。其实美国政府啊跟经济比较有关系，就是川普政府，因为川普自己是个商人，他会把美国政府当一个公司去运作，所以他介入比较多，他就去招商引资。美国政府历史上都不干这种事儿的，很少干这种事儿哈。所以呢，川普反而是一个干这个事儿最多的人，但是他也是增强市场化，因为他是个商人角度来做这件事情，他还不是说政府去侵蚀市场，他是用政府变成市场，有点那个味道，是很特殊的哈。但是呢，在美国的传统的体制设计上确实，大家想想看，在美国的华人，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是这样的美国华人，对不对？你说政府关门跟你平时做生意、去银行拿贷款等等之类的有任何关系吗？有半毛钱关系吗？跟你取得客户有半毛钱关系吗？跟你维持客户有任何关系吗？几乎都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几乎都没有啊。所以自由市场在整个自由市场的运转之下，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就是维持没有人行骗，维持市场的秩序，政府不参与市场。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关门，那市场压根儿就不在乎，因为本来跟政府也没啥关系啊。好，下面回到我们刚才讲的3大话题。第一，这次关门能说是民主党的责任吗？基本上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好，这就是跟那个众议院的这个叫做临时预算案、临时拨款案它的策略的思路有关系。这个思路是来自于众院的议长强生。大家知道哈，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还没有这个两院通过一个2025年的预算案，所以政府要运作，对不对？所以花钱的方式，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拜规穿随啊。拜登当初拟定在哪块怎么花钱，
川普接着来。这一点对很多的保守派的共和党议员来说就很介意，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拜登那样花钱是不行的，我们不同意啊。而这个强生在众院只有微弱多数，只要有3-4个人不干，这个临时预算案在共和党内部就过不去。但是呢，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的啊，强生的优秀的地方2个地方，第一，他再次凝聚一把过，把这个案子完整送去参院；第二点，他能够做出这个临时预算案是什么都不变，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败规穿水，唯一就加多了8000万块钱，干嘛呢？在查理·克克被刺杀之后，我们的国会议员缺乏保障，要给他们安排保镖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基本上是100%的败规穿水，再加上一点点对国会议员有用的地方，所以是没有任何撸对方羽毛，让对方不舒服、不高兴的事情。就这么一个案子送到参议院因为参议院有 filibuster 嘛，就是舒默必须带10票过来才可以，送给舒默怎么办？他是没有理由挡的，因为人家什么条件都没要，就是你拜登说啥咱们就照做。结果呢，舒默提出来我们要多花1.5个兆。大家知道什么叫1.5个兆？因为这一次的临时纾困案只有到11月21号50天时间，他要花1.5个兆，那怎么可能呢？就变成是漫天要价。你一般做生意漫天要价，那也算一个正常行为。可是这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那么现在政府关门这面临巨大的风险。只是说，好像说月底一个家10家月底还有几天没钱了，临时借钱。你问人家借钱，人家说你要我借钱，我把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叫做花钱的计划全部给我来过一遍，我才借这几块钱给你。那行嘛，对不对？所以就没有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真的是就是强生或者加上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叫做多数党领袖图恩，把这个球做的已经很干净，所以是一个 clean 叫做干净的一个球，递给舒默，但是舒默就是不要，所以你只能说政府关门确实是在舒默身上。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么做是为什么说最伤自己？我刚才已经跟他讲了很多了。你这么关门的话，砍掉自己的项目，纽约的项目180个亿，砍掉自己的人，那么16个民主党州这个叫做80亿的项目全部砍掉砍自己的项目，砍自己的人，而且舒默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众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全都是纽约人。这次搞到纽约遭受重创，等于是他一回纽约，怎么跟父老交代就马上存在以前能上班的人现在上不了班了，他们还不是联邦政府雇员只是这些修地铁的合同工。所以呢，杰弗里斯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也能说出话来，我说那意思他说不出什么道来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是纽约人。因为其实舒默和杰弗里斯属于民主党的主流叫做当权派是吧？现在呢，在民主党内被极左派压迫民主党的极左派就是以 AOC 就是那个4人帮他们这一批叫做激进派其实在今年3月份就面临一模一样的预算这个延长案的一个问题，临时拨款的一个问题。舒默当时就不想阻挡，所以带了9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跑到共和党这边来支持他。做完之后被痛批，被党内痛批被 AOC 痛批。AOC 他们呢人数虽然少，但声量特别大，能量特别大，而且搞到越来越有发言权因为民主党现在舒默和这个杰弗里斯其他人拿不到公权力，大家知道他不是多数党领袖，他不是议长。在美国党内民主或者共和两党都是一样的，谁说了算？不是看你党内的职位，是你的公职。你拿到这个国家什么样的权利，党就给你多大的尊重。所以一个党内有一个人选了总统，这个人就是这个党的当然领袖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特点。所以呢，现在舒默和杰弗里斯自己全都是少数党的领袖你就几乎是没有公权力你不能在国会中有任何掌握任何委员会的任命力所以你就没有权利在野，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很弱势。弱势的话就被党内的年轻人这个 AOC 他们冲击，就极左派这极左派另外还说我们手里有年轻人，代表着民主党的未来。今天我们已经是低谷了，你再得罪我们，你还这么玩所以呢，因为舒默人在纽约州，所以呢，他怕的是党内初选 AOC 直接把舒默做掉。有没有可能 AOC 去抢舒默的位置，抢这个纽约联邦参议员的位置？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当年 AOC 自己怎么上位的？他抢下来的位置，那个国会议员呢？当时这个人叫做 Joe Crowley 哈 ，Joe Crowley 是当年是连任10届的国会议员，也是民主党叫做 House Democratic Caucus， 叫做众院民主党党团主席，是众院第4号人物，固若金汤的位置，被 AOC 一把就掀翻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所以现在民主党内部的味道有点像那个舒默，就舒默就好像这革命老将哈，是老将军啊，现在面临红卫兵的这个冲击，那怎么办？他就可能被 AOC 这样的红卫兵冲下台，就革命老将被这个红卫兵这个叫做对冲击这么个情形。所以为了避免党内初选把自己换掉，因为党内初选把自己换掉的话，那大选你就没戏了。我跟大家一直讲过，纽约就只选民主党人，基本上。所以呢，那他就一定就丢掉这个参议员的位置。所以呢，只好怎么办？只好自己也去领头闹革命表现出一个绝不跟共和党妥协的一个革命立场。我在革命打的引号啊，开玩笑，就是说清楚，打比方说明这个问题哈。结果呢，就是这个局面，他努力想保住自己。结果造成伤害纽约，伤害民主党，让民主党在政治上非常不利。因为你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硬是要强迫政府关门，这一点在政治上美国老百姓都很清楚，他看得懂的。他觉得你没道理，民主党就会因此而失分，就会伤到这个民主党的中期选举，甚至于2028年的大选。现在民主党已经跑掉3票了啊，就不需要谁同意，自己跑掉3票，跑过来说我不赞成政府关门。再跑个5票，那舒默愿意不愿意，那么政府都得开门啊，就这么个情况。当然了，对他来说也可能说，我就不当这个刺头啊，对不对？我呢就一直也维持原状，搞不好呢这个党内的激进派不会把我换掉，这也许他的指望啊，他坚持立场，但是他确实他造成的这个对民主党是有这样一个杀伤力的，这就是背后舒默明知此事不好还要去做的原因。好吧，您对关于这个原因您有什么看法？可以留言哈。好，我们下面说一下这个川普派兵到波特兰，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现在就川普下令将派200名现役军人，就是说 National Guard 哈，国民警卫队，根据美国法典第10篇的联邦权限联邦权限把他们派往这个叫做 Oregon 的波特兰地区执行保安任务。那么这是应战争部的支援要求而来的。那川普就在社交真相社媒上说，我们绝不允许暴徒占领我们的街道，焚烧我们的城市，或者摧毁我们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已经到位，并将致力恢复法律与秩序。这个就是跟 DC 的做法是一样的哈，在 DC 川普说是成就非凡哈，12天就全部搞定。那么其实在2020年呢，在这个弗洛伊德发生之后，在这个夏天跟秋天，在 Oregon 的波特兰都出现大规模的大砸抢，包括纵火哈。川普那时候派了一些联邦的警力过去，但是没有派国民警卫队啊。其实他在那一年一直想派国民警卫队，就一直是非常犹豫，因为当时还有疫情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总而言之吧，有很多的限制。那这一次他就不客气了。大家知道哈，他在这个叫做 Quantico 的将军大会上就说了，我们要把各个城市当做我们的练兵场，已经说就是莫谓言之不预啊，我们将来要派你们到美国各个城市去维持治安的，已经明说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派兵到波特兰只是前哨战而已。以后呢，如果再闹下去的话哈，治安不能摆平，美国城市治安不能摆平，川普会派美国的国民警卫队，甚至于美国陆军，那么进到美国各个城市。川普已经打了这个招呼。好，结果呢很有意思啊，波特兰市长在威尔逊他就说，如果川普总统今天来到波特兰，他会看到人们在骑自行车、做运动、享受阳光，在农副市场购买杂货或者农产品。到这些年我们已经改革了公共安全系统，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事儿啊，他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事儿。到底有事儿没事儿？谁说的是对的哈？川普总统在夸张，还是威尔逊市长他在夸张？谁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住在波特兰的人呢？如果有的话，有这样的观众朋友，能不能留言？你觉得谁说的对？好，下面我要说的就是一个实在的事儿哈。有一位政治评论员，他也是专栏作家，叫 David Marcus。David Marcus 的自己人就跑去波特兰呢，亲身跑去，在那待了好几天。他就写了起码我看到2篇系列报道。
来讲这个波特兰到底发生什么。我给大家描绘一下哈，他所说的，他在媒体上说的，他说连续3个多月，超过100多个夜晚，安提法的暴徒几乎夜夜霸占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是波特兰的这个艾斯大楼前的街道，喧嚣吵闹，挥舞着任何一面。这个都不是，就是挥舞所有的旗帜，没有一面是星条旗。每到傍晚时分，他们就出现啊，变成街头的主人。他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晚上见过安提法的样子，他就好像是一个蝙蝠侠电影里头那种疯人院的这个集会哈，他几乎很难相信，这样的人在现实中会存在。大家知道那个蝙蝠侠里头那个街头的乱象哈，他说就是那个情形。那么警察呢？他说，警察是奉上峰指示，不准和这些身穿黑衣、戴着面罩的激进分子正面交锋。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待会儿再说哈。然后呢 ，David Marcus 就详细记录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他们就霸占了几个街区哈，但凡有行人不小心或者路人或者甚至开车的司机啊不小心路过的话，他们会把他们围起来，然后就骂他们。就是在那，就是没事儿，就是生事儿哈。结果呢，这个 David Matas 他当然他去做一个媒体的工作嘛，他就当时就在当地就采访了一个人，一个女生哈。他说全写他的化名叫做 Helen， 他说他采访了 Helen 就跟他说，他说我们的街道已经被摧毁，你看看我们的街道，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啊，满地垃圾，商家纷纷撤离，我们不再是一座繁荣的城市。结果呢，他采访完之后啊，这个 Helen 就开车走，结果车就被安提法围起来了。那围起来了，大家就围着他，然后骂他。结果他实在看不走眼，他就帮忙，他就说，他说你要怎么样？他说我想走啊。他就跟安提法的人说，他要走哎。结果在一阵这个叫做慌乱之中啊，轰动之中。结果呢，有个安提法的人就说，那就让他走吧。最后就让他走了，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这个 Helen 就全身而退。然后呢，警察就远远的看着看在那闹，对吧？一堆人怎么样？然后事情结束之后呢，这个 Marcus 的就走到警察身边，警察问他咋回事啊 ？What happened？ 他就跟他讲啊，他们拦住那个女生，那么不让她走，我就去排解，结果让她走了。警察就说 good， 就是 good。Marcus 他在文章中写，他说好像没他们的事儿，我的事儿，那是我的事儿。帮助一个被暴徒包围的一个女生是我的事儿，跟他们没事儿。这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呢，有一个记者，这个人叫做 Katie Davenport， 这是西雅图的一个记者，西雅图的叫做 Post Millennium 的记者，他跟踪报道波特兰的这些安提法的活动，已经跟踪了好多天了哈。结果他那天晚上也在那儿，结果他在那儿出现的时候呢，被安提法用旗杆狠狠打中脸部，眼角就都肿起来了，淤青。结果他看到是谁打他啊？结果呢，他还带着自己的保安呢。这个记者还有自己的保安，在这种情况下被打，被打眼睛。然后呢，那些人一边打他，一边喊，就说这个 Katie 是个恋童癖，这是他们一向就是污名化哈，他们打谁还有污名，还骂他们，对。结果呢，他说同样令人震惊，警察就在边上，也不做任何的动作。结果他们就去找他们就是这个叫做被打的这个记者哈，就去找警察啊，这个人叫做 David Court 嘛 ，David Court 就找警察说，我知道谁打我的，刚才是砸我脸上，你去抓他。你知道警察干嘛吗？警察没有采取任何逮捕的行动，反而跟他说，你到那边去找那个我们另外2个警官，在那里可以提申诉。结果他走了将近半个英里，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到那2个警官，要提出一个申诉。结果呢 ，David Marcus 他在跟过去之后，警方跟他说，上级已经下令他们不要介入，理由是我们别闹出事情来。We don't become a flashpoint 啊，他的上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 David Marcus 他真的很生气，他这完全就是对街头的彻底放弃。这就是在波特兰现在大概昨天晚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所以你说谁对？另外呢，他就另外说，他说波特兰这个城市很有意思啊。他白天他说他也去看嘛，他采访嘛，既然去了嘛，其实像新田就很想干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条件。他说波特兰有2种人，大清早的时候，一种是富人，跑出来带狗啊、锻炼呐，很有钱的人；另外呢，走过富人区，只要隔一个街，对面就是穷人区啊，或者叫无家可归的人区，就是穷人露宿街头区。到处是针头，包括在 parking lot 都是针头。他说，在东部的费城，在市中心，你可能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和他们的帐篷，可是你也得特意去找
他们在哪？找这种人间这个悲惨情景的这个城区，比如说你可以在肯辛顿，在肯辛顿找到这个针头公园，但是在波特兰，它是这样的景象是无处不在。结果呢，上个周末啊，他说波特兰的州长叫科特克Tina Kotek， 他是个民主党州长，在这个 Oregon 叫战舰公园召集了一堆人，然后发布了一些美丽的景象的照片。但是他说他看到那个报道啊，周一早上他就跑去那个同样的公园去看，只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啊，手里还挂着一支没吸的烟。他就说，对于那些极度的特权阶层啊，他们就拍就是拍好看的片子，然后呢，真正怎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管。他说他看到的是波特兰这些富人呐，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惨状啊，他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接受和冷漠了。根本就没有管他们的兴趣，这是波特兰正常现象。他说，拥有一切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他讲的是早上出来晨跑哈，他们基本上互相是视而不见。在当地的 CVS 的药品店里头，他说情景就像是苏联时代的画面哈。那90%的商品都得锁在柜子里头啊，不仅是剃须刀，包括除臭剂，包括连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土豆片啊，也都不例外。所以呢，在那儿你也看不到警察，看到的都是持枪的保安，全都是私人保安、武装保安，而不是持枪的警察。所以他说，为什么安提法会觉得自己在波特兰可以有恃无恐哈，可以随意占领波特兰的街道，并且骚扰任何他们想要针对的人？在纽约或费城，你这么搞的话，可以搞个开始，但警方最终一定会出手阻止。但是在波特兰不一样，因为这座城市没有警察阻止他们，就像警察对游民问题和公开吸毒也毫无作为一样，他们对安提法也是彻底的投降。所以呢，日复一日，人们在美丽的这些他们拍的照片的美丽的公园的松树下，一个个死去。好吧，这就是给大家带的一个现地的市场报道哈。时间拉挺多了，我加快一点。好，下面讲这个，我不知道你什么感想啊？能不能留言？如果你住在波特兰的话，你可以留言看，或者你知道这个波特兰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派兵对还是不对？大家表达一下大家的看法好吗？对。或者你有什么情况补充都可以说一下哈。下面说一下这个伊朗马斯克回归这个叫做重新做特斯拉的 CEO 之后呢，这个结果呢，这个股票翻涨哈。这个特斯拉呢，马斯克的财富在昨天下午3点半突破了5000亿美元的大关，成为历史上这个叫做全球第一个叫做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富豪。第二名呢是甲骨文呐，甲骨文其实那个Larry Ellison 呢是马斯克的。你知道是马斯克的师傅是他的 coach， 他的教练。他比这个 Larry Ellison 拉开距离是1500个亿。周三呢，昨天啊，特斯拉股价上涨4%啊，为马斯克多带来93亿美元的收入不是收入，财富哈。那根据富比士的报道，自从马斯克4月宣布从川普总统的政府效率部退下之后，专注于电动车制造业务以来，特斯拉股价几乎翻倍。我知道我很多观众朋友都是都是特斯拉的股东哈，所以祝贺大家哈，也能赚到钱。希望如果你没有卖的话，那目前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距离历史最高点只有不到10%了。马斯克拥有的12%的股份价值现在是1910个亿。那至于说他另外一家公司 SpaceX 的估值是4000亿美元，也为马斯克的净资产贡献了大概1700亿美元。那马斯克同时还控制了价值大概值600亿的 XAI。这个多数的股份，那不用想这个 Neural Network 之类的哈。那上个月呢，特斯拉的董事局提出了一项新的马斯克薪酬方案，那么潜在股价的价值高达1个兆，所以呢，这将创下历史上企业高管最大的工资记录。那根据这个方案呢，如果特斯拉在未来10年达到市值达到6.5个兆的话，以及其他的营运目标，马斯克最多可以拿到12%的这个叫特斯拉的股票，所以价值1个兆啊。所以这是一条消息。所以看来真是每个人还是真的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哈。你要帮人家，在需要的时候帮一帮，你别把帮人家成为自己的主业，那自己的主业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呢，马斯克跟川普各就各位还是比较好，对不对？你怎么看？对马斯克又成为世界首富怎么看？
6句话。好，下一条消息，马斯克杠上 Netflix， 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哈。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马斯克呢在这个 X 上看到一个事儿哈，就是说呢 Netflix 呢就是有一个做动画的一个创作者叫做 Hamish Steele， 他呢就在公开回应这个英国首相纪念查理克格的刺杀案中，他就说他把查理克格称作一个随机的纳粹被枪击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是民众非常的愤怒哈。一个 X 的用户就说，我刚刚取消我的 Netflix 的订阅，如果你们雇佣一个庆祝查理克格遇害并且制作向孩子输送跨性别内容的人，你们将永远拿不到我1分钱。对，这个叫做那漫画制作者也是做这些跨性之类的片子哈，就是争议非常大，所以马斯克就转发并且回复说我也一样啊，然后马斯克呢就开始呼吁大家都去这个效仿他哈，短时间内数以千计的用户表示支持。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 Netflix 啊，在全世界有3亿订户啊，3亿啊，是全世界的巨无霸啊，网上电影这个服务商的巨无霸，在美国差不多是1.7个亿。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是吗？你是 Netflix 的客户吗？你会考虑把它改掉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这个另外跟 Netflix 可以竞争的是亚马逊 Prime， 亚马逊 Prime 在北美有1.85亿啊，那你把加拿大去掉的话，差不多跟 Netflix 是旗鼓相当。所以呢，旗鼓相当就好办啊，对不对？你要不喜欢 Netflix 的话，你可以跑到那边去，那边不满意跑到这边来，你有个选择。如果没有选择的话，就很难办，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知道现在是像这个北美的这个院线哈，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一年平均每个月才6到7千万人，所以现在在网上看电视已经是 streaming 电视哈，已经是这主要的用途了。所以呢，现在 Netflix 在这种情况下，碰上马斯克领头啊，马斯克手里有大概2亿多粉丝哈，所以他的呼吁是否会对 Netflix 造成重大伤害？我这里想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你觉得呢？如果你是 Netflix 的用户，我们现在做个民调好不好？你会愿意退订吗？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首先退订就是说马上存在说，你如果喜欢 Netflix 的话，说实话 Netflix 我也有订 ，OK， 它里头很多片子还是不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老早拍的片子。因为美国好莱坞嘛，很多年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只是现在变得有些片子变得不对劲儿了，所以你还觉得可以忍受一样。但经历了马斯克这样的事情，你会把它 cancel 掉吗？如果你 cancel 掉，你会去什么地方？请大家留个言好不好？你会去亚马逊 Prime 吗？你会去这个迪士尼 Plus 吗？还是你会干脆不用？还是你不会 cancel 都可以哈，就是留一下你的这个决定，好吧，并且给个理由好吗？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啊，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